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要说大海，谁都喜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海景房。海景房我们也挺关注的哈，在海南岛呢，我们还买了一套房子。自打我们买完之后就是那几年房价高点的时候，确实也翻了1倍。但是最近3年呢，因为房价又大跌嘛，所以它这个涨幅部分又都跌回去了。所幸呢，本金呢还算保住了。随着现在经济和房地产的下行整个海景房现在也非常的不景气，有些地方的海景房居然已经跌到了白菜价。我们一起来看这段视频。上万人离开，留下大量海景房闲置荒废海景房低至几万一套，依旧是无人问津。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马上这里将变成一座空城呀！冬天这些小区都没有供暖，整个从东到西20公里的海岸线有200多个小区，供暖的目前也就3到5个小区。咱看一下，再往东边去呢，就属于是山东外市大学那边的房子都是高楼电梯房，近几年开发的，房价还不低，最高时候达到1万，现在也就4000。而眼前这些布梯房呢，都是20年前乃至10年前开发的，这些房子大多数都卖给了内地人，没有见过大海，或者是东北人，移居到山东乳山银滩来居住。咱看一下，我这个房子下面呢，就是5层的楼梯房，晚上亮灯率也非常低。那一个楼下也就停1到2辆车，一栋楼30套房子，也就亮1、2盏的灯，入住率可以说只有5%左右。而且现在是10月份，大部分人都离开了有上万人。海景房呢，很多都闲置了，甚至整年都没有人住，都是当年投资客买的。像我知道的山西阳泉，很多人都买了，还有像郑州的街头呀，石家庄街头、武汉街头、西安的街头，都有很多人坐着大巴车免费看房3天2晚，吃住全包，到乳山银滩这边来玩，顺带看了海景房，顺带呢在销售的助攻之下、话术之下，就买了这里的房子。当年买了很多人都是8000，像海洋国际那个楼盘，我知道有个朋友在那儿买，现在二手房也就3000左右。整个乳山银滩的均价也在2000上下，像这种没有电梯的楼梯房，基本上就是10几万一套。那最便宜的属于这种顶楼、阁楼，有些是带露台，一般是5层、6层或者7层顶楼的布梯房，有的带露台，有的带阁楼。这种的话，市场价也就5万到6万左右一套房。虽然说房子非常便宜，但是买的人很少。整个山东半岛转一圈全都是海景房，包括什么丁字湾的海景房呀，还有海洋碧桂园十里金滩的海景房，还有乳山银滩的海景房。再往东边继续绕着海岸线走10几公里，有南海新区海景房，接着走就到了荣城，山东半岛最东端，也是海滨小城。往北边去也有像龙口的海景房，都是沿着山东半岛北岸修建的。海景房太多了，再往南边你像深圳附近惠州大亚湾的海景房，还有广西北海海景房，广东湛江防城港海景房，数不胜数。所以说开发了200多个小区20年前入住率很低，20年后入住率仍然很低，房子比人还多，真是挂出去，有些房子1、2年都依旧无人问津，房价一降再降。好多房子我看基本上也没有封窗，墙漆也都脱块掉落了，属于那种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就是在这边大多数房子都卖出去了，但是入住的非常少。咱看一下这一片的小区，很多连空调外机都没有挂，入住率是非常低的。沿着长江路整个海岸线21.7公里。再说说在这里的出行，基本上有个车或者有个电动车会很方便，但是呢，如果说就是坐公交车的话，等的时间就比较长。底下现在有一辆公交车，还有扫码的电动车，但是非常非常的少。我这2条街我是没看，我这里还属于是乳山的银滩核心区域，没有看到有共享单车，但是有的小区就有，所以说基本上要有车。到医院呢，现在乳山有一个乳山市人民医院，在银滩这边修建了滨海新区医院。孩子上学呢，最近的学校要到海洋所镇呢，距离这里大概6公里左右，开车10几分钟。
教育呢肯定是跟一线城市没法比的，包括一些省会城市都没法比，因为银泰呢它毕竟是属于乳山，乳山本来就属于是县级市，它属于威海管辖，距离威海还有90公里，也没有机场，也没有高铁，这里到山东即墨的话还有130公里，主要呢是供过于求，所以海景房、二手房市场不好卖。像很多中介低价收房，在银滩就出现了几万块钱收一套房子，然后中介花个1-2万包装一下对外卖这种情况。因为卖相不好的话，确实很多人也看不上。这种二手房呢，算是包装房、化妆房是一个出路，但是仍然买房的人很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租房特别便宜。在这里租房1年只需要3000块就能租到60到80平米3室2厅的房子，或者2室1厅的房子。因为很多人呢冬天都不过来住，冬天房东也租不出去，如果整年租的话也就3000左右1年。看一下我们住的这个是有宽带有电视什么都有，这1年才4000块钱12个月，但是没有暖气，冬天的话基本上取暖呢就要靠空调了，在这边空调。然后卫生间呀、厨房都是有30平米。当然我这个是电梯高层，如果是周边前面那些海景房、不梯房的话，能租一个面积更大的，也是有宽带啥的。总体来说呢，租房很便宜，所以二手房、海景房呢其实也不好卖。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买了房子物业费5毛钱，像这一片的小区物业费基本上5毛钱，1年得1-2千的物业费，1-2千的话能差不多租个半年了，所以没必要买房。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话是这样的。首先我最感慨的就是，这真的就像那句话，盛世收古董，乱世攒黄金那感觉。就在经济上行的时期，你看海景房确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买一套哪怕就是用来度假也无所谓，跌点价格也无所谓。所以那个时候1万块钱左右一平的海景房，确实是有一些比较高一点的中产就放心大胆的去买，就觉得这海景1万多块钱不算多贵啊，而且不用买那么大，是吧？所以涨不涨价、跌不跌价都无所谓。但现在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这一片萧条和经济周期的这个下行，100万的海景房跌到30-40万，甚至20-30万，那确实是让很多人就肉疼了。因为现在明显这钱是真值钱了，现在就是现金为王的一个时期。这在纸币永远螺旋式贬值的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现在这个时期也是难得一见的哈。那未来是不是持有现金就一定安全呢？肯定也不是啊，因为从纸币嘛，它从长期看总体上还是会贬值的。当然这是更大更远的一个话题，我们后面咱们再专门找一期来聊。那咱们继续就着这个视频的海景房聊一聊，为什么这个北方的海景房价格特别容易暴跌哈？视频中这个房子啊，它之所以便宜，我觉得这个视频中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分析哈，也是比较到位的。就是说，首先这个里面的房租哈，就这儿地儿的房租实在是太便宜了。就这个视频里面讲，2室啊或者3室的这个房子，居然1年只要3000块啊，他自己住的这个算好一点的就4000多块。那这3000块钱在很多地方北方地区啊，就连供暖费和物业费的成本其实都不够啊。所以啊，就为什么说这个小区很多都没有供暖呢？应该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交这个供暖费了，供暖公司干脆也就接受了现实，也放挺了，干脆就给停暖算了。否则啊，这每年供暖费的催缴绝对会让一个供暖公司这个崩溃啊。房租呢，它之所以便宜，核心其实就还是没有人呗。就人口是在净流出的一个状态，那本地人口也过少，房子又太多，那这个地方虽然有海景有海，但是毕竟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海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北方的海呢，因为气候的原因，其实只有什么6、7、8、9这4个月的时间，这个下海啊或者海滩游玩，这个才比较宜人，其他时间啊就过于阴冷，这海风吹的人啊就根本没有心情在海滩这个边上去散步，所以啊这些月份就吸引不到多少人。而且啊，从11月份以后就会比较冷了，尤其是这个北方的海洋嘛，冬天随着这个海风又带着湿气吹过来，那从海面吹过来的这种带着湿气的这种冷风，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房子都很不好。所以海景房其实啊，如果要买，那一定要买在南方。这就是为什么你像海南岛啊，甚至北海的海景房都比这边要有一些更有一些投资价值和居住价值哈。那你看视频中又说了，说10月份以后嘛，大部分人就都离开了。
所以啊，就是这种地方，如果你觉得想要宜人的话，度假的话，那就夏天这段时间确实还不错。那在海边居住一下，然后可以下海，然后再欣赏一下海景，那海风呢也是暖和的。那更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些地方它无论你看教育还是医疗是吧，资源都过于匮乏，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啊，这个就业机会肯定非常少。所以这边来的人群很多都是候鸟型的人群啊，夏天来，然后一到10月份就走了。其实呢，就业就决定了一切嘛。如果你有很好的就业机会，那年轻人肯定会被吸引过来。但是很可惜，这种地方它缺乏就业，所以政府最应该关注的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就业问题哈。其实只要有这个赚钱机会，那大量的人就会蜂拥而来，这就是杭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崛起的底层原因。但是很可惜啊，北方的这种大部分的沿海城市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全国呀，像这种海景房，在各个沿海城市还真是挺多的。没错，你像我妈当年哈，就是被忽悠，然后跑到海南岛上买了这么一个海景房，也不能叫忽悠吧，但是感觉这个套路呢，就跟这个视频中差不多。我妈当时哈，应该也是看了什么朋友的转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风景好美啊，又是海景房，然后就被中介就是邀请着去了，然后就是说哎，可以免费玩几天，免费吃，免费住。但你想嘛，那个住其实也就是住在他们售楼中心嘛，可能搞了那么几套房子出来，因为空着也是空着，样板间哈，对，就是样板间，反正空着也是空着，然后就拉这些买家去免费吃住几天嘛。那你看老年人一旦听到有什么免费的机会，就会特别的心动，尤其又是在海南省这样的地方，就觉得平时哎去海南玩一趟，感觉都得花个大几千，有的甚至得上万。比方说高峰期哈，往返海南的机票啊，然后酒店啊，是吧，都挺贵的。那有免费的机会，不去白不去啊。那老年人不就特别容易被忽悠去了嘛？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哎，确实环境还不错，就得说我妈买的那个地方还不是海口市，也不是三亚市哈，但是它是在海口附近的一个那种郊区，还要坐高铁到海口市。但是呢，那个高铁的距离可能大概也就1个小时吧，所以就也还算便捷。然后在这个理解为海口郊区的那么一个县的一个就是海边的一个海景房，但是虽然是县城的一个海景房，但是呢，确实比咱们视频里的这个海景房那个海景还是要美很多的，因为毕竟气候也好太多了。对，毕竟在海南省嘛，就它那个海景望出去呢，其实就跟国外的那个海是一样，就特别湛蓝湛蓝，以至于我妈当时就是确实她买完了之后还去住了一段时间，她也觉得确实挺心旷神怡的，而且老给我们发视频，还把我们俩当时看着还很心动，还从国外又飞回去到我妈那里也住过1个月，还就感觉还挺舒服的吧。然后大汪呢，当时就是因为大汪特别喜欢折腾嘛，然后就各种从淘宝上下单啊，买这买那，然后买什么浮潜的用具啊，然后还买了一艘那种气垫船，然后晚上我们还就是傍晚，因为白天特别晒，然后我们就傍晚的时候就在那个海上飘着，然后大王带着我们，然后有一天我们就飘得比较远了，然后还下那个网子想去捞螃蟹什么的，反正就又等那个螃蟹，等半天没等到，然后我们反正在海上飘着嘛，带了啤酒啊什么水果呀，然后结果天黑了，我们还没有回去，给我妈急坏了，当时都想报警。然后但是再说回这个房子，就我妈买完之后的几年的赶上高峰期的时候，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确实比我妈当时买的时候房价涨了1倍多吧，翻了1倍多。哎，我妈当时特别高兴，然后还跟我什么大舅小舅就是炫耀说，你看你们就应该跟我一起来买，然后还能来度假。但是哈，就是好景没多长，因为最近3年这个房价不是全国的房价都在下滑，所以我妈这个房子那个增幅部分哈也都全都跌回去了。现在目前呢将保住它的本金吧，如果房价继续跌，那本金还得再往外亏。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房子啊，这么多年了，也快小10年了，买完了，到房产证到现在还没有下来，也就是说没有房产证。说白了就是房价涨，你想交易都没有办法交易啊。然后至于这个房产证为什么一直拖着不给呢？反正就是开发商也是各执己见，然后什么当地的政府也是各自就是扯皮吧。然后小区里所有的住户呢，当然也是联合起来抗议啊。但是这么多年拉锯战下来，反正就是房产证到现在还没办下来，所以就
就是如果对海景房有兴趣的朋友们，还是要擦亮眼睛。其实不光是海景房，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好，房价还是一直在下跌的趋势。不管你是说想买哪里的房子，我觉得都是还是要慎重，然后擦亮眼睛。然后说回这个海景房哈，如果说你是奔着投资去的，那现在肯定不是一个好时机。只有说你真想自住，如果说自住，其实北方的海景房和南方的海景房这么一对比哈，因为我跟这个视频里对比，那确实你说像海南郊区那个海景房，那真是风景比这漂亮太多了。确实那个我感觉是住在那能不说延年益寿吧，就起码心旷神怡啊，那个风景。然后还有就是小区里的。就我当时去我妈那住了1个月嘛，然后小区里的买家呢，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海南本地人，90%多都是，然后来自于北方是吧？对，90%多都是来自于北方，剩下的还有一些是云南省的，还有贵州省的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海鲜真是吃不完，而且特别便宜，因为附近有村民每天早上去赶海，然后一打捞回来嘛，那小区的住户不都直接排队，就直接就现场买新鲜的。他那个菜市场就非常的原生态，然后就是一个像小广场一样的地方，谁都可以去拎个菜篮子就可以在那摆摊儿，然后那都是真的非常鲜的活鱼。刚从海里捞上来的，对，而且有很多买家男的哈会折腾的，自己买一艘小快艇，就自己开艇着出去，然后撒个网子就对，我就跟着那个邻居出过一次嘛海，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然后跟着他们，然后去他们带那种网，然后撒到海里面去，然后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然后再去收这个网，然后确实呢，就是他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能够捞到一些海货。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环保哈，因为它会导致很多很小的那些鱼虾都被挂在网上，有的呢挂在网上时间长了即使你想把它放，它已经失去生命了，所以不太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啊。后来所以我就去了一次，我就再也没去了。那结合我们自己的体验，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海景房，如果你买对了这个地方哈，其实哪怕它跌一些钱，你也不会很心疼的。那这套房子我就觉得扔在那儿也无所谓。那有空的时候呢，就去度假。它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价格也不是很高嘛，所以说现在即便再多跌一些，其实也跌不了多少钱哈。关键是这个地方离海边它只有200米，这是我觉得这个房子最大的一个优势。这200米的距离和这个500米到1公里的距离，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你200米，你真的是早上、晚上、中午随时你就去海边去溜达一下，甚至赶海，是吧？但是你要是500米到1公里，你可能就是不会每天都去这个海边，这个差别还是确实非常大。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如果你自己有这么一个海景房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很多东西就放在自己的房子里，也不用每次度假的时候就什么火车、飞机搬来搬去的，是不是非常费劲？那住在这里呢，就会比较舒心惬意，都是用自己的东西，也会比较干净放心，也不会觉得每天住酒店的费用就把钱都花出去了，而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所以像在海南这样气候条件比较好的海边，那如果你选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社区，然后这个房子质量也足够好的话，那么你买一个大小适中的一个海景房作为度假房，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哈。当然现在就不要考虑这个投资属性和升值属性了，就是用来度假的这么一个价值属性哈，居住属性。没错，就是像早几年房子好市场好的时候，我妈当时她不住的时候，把这个房子还出租出去，而且还蛮好租的。就据我妈说，她就是在网上发个帖子嘛，租金每个月大概都有1000多人民币。你看比北方那是一年3-4千，差别大了去了。你像她1个月可以租1000多，要是赶上11或者春节这种时候租的就更多了。但是最近3年就不好租了，确实这个受大环境影响还是挺多的。其实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海南也曾经出现过房地产的泡沫。当年潘石屹等人就是在海南的地产中捞得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后潘石屹他们进军了北京，又最终在10年前左右开始全身而退。潘石屹可谓是最成功的大陆地产商人之一，所以你要说中国的房地产彻底没有希望，我倒觉得也还不至于此。你得分地段分区域，毕竟这个人口基数还在这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这个暴跌、阴跌，以及一套房产在多个房东手里面来回的买和卖，每一任房东承担了一定损失之后，最终会软着陆。那因为人口基数以及制造业，毕竟全产业链在中国还是非常强大，以及10年以后大概率这个外贸会逐步的恢复，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肯定是有希望的。那随着经济的复苏，1线城市、2线城市这些地方呢，就业和人口还会回流的。
那一些呢像海南这样的区域的特定的优质的海景房，可能会再次受到那些又觉得自己有赚钱能力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再次的青睐，是有一定恢复的可能性的哈。但是像北方的这些海景房，就视频中的这个海景房，毕竟它由于只有那么3-4个月的气候优良窗口期，何时能恢复就难以想象了，也许要以几十年的这个周期长度来计算了。所以我们看海景房，最后还是那一句话，就业决定了一切，就业它就是一切，全力保障就业应该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会。